宁云初和小姑姑都猜到是谁对她下的毒，只是没有证据而已。10年前，她是个16岁的少女，小姑姑又远嫁，很少回娘家的，他们根本就找不到证据来证明毒害她的人呀。她只知道后来小姑姑找她继父吵架，被她继父抽了一耳光，小姑姑哭着走的。自始，小姑姑回管城都是住酒店，再也没有踏进过宁家大宅。战义臣说她：“你心态倒是很好。”宁云初淡淡的道：“不好能怎么样啊？哭天喊地，我的眼睛能恢复光明吗？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面对，接受现实。”战义臣欣赏地道：“不错呀，你这个心态很不错，我喜欢。”宁云初表情还是淡淡的，他问着战义臣：“二少，现在几点了？”“要是到了饭点，我请二少去外面吃饭吧。2名店员，有一个给客人送花去了，有一个要留在店里看店的。”店员总会忍不住多看2眼战义臣。知道战义臣的真实身份后，他们私底下讨论，原来战家出美男是真实的，并不是谣传。战义臣对他们的老板挺照顾的，老板说战二少爷只来了2、3次，就肯给他们店介绍了2大单生意。那2名店员还打趣过宁云初，说战义臣喜欢他。宁云初并不把店员的话放在心上，虽然他也怀疑过，却不相信战义臣会是真心的，只是第一次接触盲人，感到新鲜吧。太多人知道他是个盲人后，都很好奇的样子。战义臣看了看时间后说道：“还早，不着急，再过半个小时，你就可以请我吃饭了。”在2个人说话间，外面驶来了2辆车，停在了春暖花开的门口。店员本能地迎出去，却在走到一半后，就赶紧折回来，对宁云初说道：“老板，是你妈来了。”来的正是宁太太。保镖先下车，然后替宁太太拉开了车门。那听到母亲来了，宁云初的神色还是淡淡的。战义臣知道宁太太对宁云初有多不好，上次大嫂坑他过去送宁云初回店，就是因为宁太太把宁云初扔在陌生的环境。一个当妈的明知道女儿看不见，还能狠心的把女儿扔在陌生的环境，稍有不慎就会出车祸的。可见宁太太这个当妈的有多么的心狠。要说她当妈的心狠，不知道疼爱女儿，她对宁思琪却是极尽宠爱。战义臣就不明白了，宁云初也是宁太太亲生的，她怎么能偏心至此，对小女儿宠上天，对大女儿心狠至极？就听说宁总这个当大伯兼继父的，对宁云初都比宁太太这个亲妈好。宁太太下车后呢，先是看了一眼停在一旁的那辆豪车，是战义臣的。先生，你是买花吗？送给谁的？我让人帮你包扎花束。宁太太走进花店时，听到宁云初对着一个高大的男人说着话。战义臣很配合地道：“我想要1束玫瑰花束，送给我未婚妻的，要99朵红玫瑰。麻烦你们帮我包扎好，一会儿我自己带走吧。”好。宁云初绕出收银台，打算亲自去帮战义臣拿玫瑰花，然后装着一副刚听到脚步声似的，停下来，头转向了宁太太，淡淡的叫了一声：“妈呀！”宁太太先是打量着战义臣，觉得面熟得很，她脸上染上了大方得体的笑容，问着战义臣：“先生，我看你很面熟，请问你是？”“能开着迈巴赫的男人，身份不简单的。”战义臣站直了身子，转身与宁太太面对面，客气地回应着战义臣：“原来是战家2少爷。”战家9子，宁太太见到的次数非常少，因为他们很少会参加宴会。如果战家的少爷不踏足商界，外界的人是连他们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他们家对孩子保护的一向很好。宁太太听了战义臣的名字后，笑容更灿烂了点。她想让小女儿嫁入战家当少奶奶的，对战家的少爷们都很友好。虽说战义臣出现在云初的店里买花，总让宁太太觉得有点不对劲。此刻呢，宁太太却没有心思去深究。
宁太太，好啊。战义臣客气地打着招呼。宁太太笑着问战义臣：我进来时听到二少说要买花送给你的未婚妻，二少的未婚妻是哪家千金啊？怎么没有听说过二少订婚的消息啊？战大少爷娶了海童那个乡巴佬，可惜了。好在战印底下亲弟弟加上堂弟弟还有8个啊。就除了战印和最小的2位少爷之外，还有5位少爷都是适合他的思琪的。现在听到战义臣说他有了未婚妻，宁太太就想知道战义臣的未婚妻是哪家千金。思琪还没有出来，海童又告了思琪，他夫妻俩还在奔走，想把女儿救出来，但也要做好准备替女儿请最好的律师做辩护的。虽说思琪花钱请了人半路拦截海童，砸了海童的车，但并没有伤及海童。思琪只要能获得海童的原谅，就可以被轻判。偏偏海童这个死乡巴佬不肯放过思琪，那造成这个结果的人就是宁云初。那宁太太本来就不喜欢宁云初这个女儿，恨不得要了这个女儿的命。是丈夫说宁云初毕竟是他前亡夫唯一的骨肉，那现在又看不见了，留他一条贱命。战义臣笑了笑说道：我们还没有正式订婚，不过在我心里已经把她当成我的妻子的了。等到我们订婚，一定会办订婚宴，到时候给宁太太送份请柬，宁太太可得赏脸参加我的订婚宴啊。宁太太对宁云初再心狠，都改不了她是宁云初亲妈这个事实。战义臣和宁云初订婚，战义臣就大大方方地送一份请柬给丈母娘吧，让丈母娘有机会参加她和云初的订婚宴，保证能气得宁太太的嘴都歪。宁太太不知道战义臣嘴里的未婚妻是她最厌恶的大女儿，听战义臣这样说，她笑道：二少爷瞧得起我，就算不给我送请柬，我都想去参加二少爷的订婚宴呢。他宁家现在和战大少爷夫妻俩是不好。宁太太依旧不死心，那还幻想着让小女儿嫁入战家去当少奶奶。大不了不嫁战印的亲弟弟。宁太太过来是接宁小姐回家吃饭啊，那还是有事找宁小姐。我在这里会不会打扰到你们母女俩？战义臣一副不知道宁云初在宁家的地位，温和地问着宁太太的来意。那宁太太这一次来倒不是要找宁云初的麻烦，她是过来通知宁云初明天晚上陪她去管城大酒店参加孔老办的大型商业酒会的。当然她并不是想让宁云初取代小女儿的位置，她是想把宁云初介绍给对宁氏生意有帮助的大老总。虽说宁云初眼瞎，她长得很精致的，颜值比宁思琪还要高，她说话又总是温和而平静，让人听着很舒服。只要把她介绍给那位大老总，对方必定会被宁云初迷住。不会，我就是过来跟云初说几句话就要回去的了。就当着战义臣的面，宁太太态度是很好的。那她对宁云初说道：云初，明天下午你别开门做生意了，或者让你的工人看店，你早点回家，妈帮你化个淡妆，换上晚礼服，陪妈参加明天晚上的宴会。宁云初还没有说话，战义臣就笑问：宁太太是指孔老办的宴会吗？正是，二少应该也会出席吧。孔老办的宴会，我们都是挤破脑袋都想去的。那宁家的资产破10亿后，宁太太就很热衷参加宴会。她觉得她已经能融入真正上流社会的圈子了，更想带着小女儿出席宴会，让所有人知道她宁家的二小姐是多么出色。虽说她的计划是让小女儿嫁入战家当少奶奶的，却也做着其他的准备，毕竟这战家的少爷们都不好拿捏，她的思琪未必能嫁入战家，管成那么多的有钱人。她带着女儿经常参加宴会，等于是帮女儿相看好家庭，当然也是让人相看她的宝贝女儿。凡事都有两面性的嘛，你在考察别人时，别人也在考察你。战义臣笑了笑说道：宴会在我战家的酒店举行，我们兄弟几个都会出席的。
宁太太说道：“明天晚上的宴会绝对是咱们管城最盛大的宴会了，可惜她的宝贝女儿不能参加。这往年孔老不会这么早就办宴会的，今年呢，孔老却提前了半年的时间。不知道是不是孔老年纪渐大，身体不好了的原因。想到自己的宝贝女儿不能参加明天晚上的宴会，宁太太又在心里给海童记了一笔，也不忘憎恨大女儿。云初，妈说的话你记住了吗？宁太太提醒着宁云初。宁云初一边拿着花枝给店员帮战一晨包扎着花束，边说道：“我不去，他看不见，在那种场合下只会出尽洋相。况且母亲从来没有带他参加过宴会，现在忽然说要带他参加宴会，准没安好心。虽然他在母亲那里并没有获知宁思琪的事情怎么样了，但他知道继父和亲妈都在想办法救宁思琪出来的，就为了救宁思琪，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来，他不敢去想，也猜不到。但突然要带他去参加宴会，宁云初感觉亲妈是想把他卖了。宁太太脸色一下子就黑了下来。他肯带着这个瞎子参加宴会，那是给瞎子机会，瞎子还不知好歹了。碍于战一晨在场，宁太太忍着没有冲宁云初发怒，只是用着强压的口吻对宁云初说道：“云初，你也听到了妈和二少的对话，明天晚上的宴会是很重要，也是咱们管城最盛大的商业酒会。能在宴会上露面的人，都是咱们管城有头有脸的大佬。你天天待在花店里，也不交朋结友，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那怎么行？妈带着你去，也是想让你见见世面。总之，明天下午你不回去，妈就让人过来接你回去，不管怎么样。明天晚上你必须陪着妈去。”宁云初还是淡淡的，他说道：“妈，我看不见什么世面，这个世界于我来说都是黑色的，不用见了。”宁太太呢，气得牙痒痒的，真想一巴掌抽过去。妈跟你说了，你听进去就听进去，听不进去也罢，明天下午妈亲自过来接你。妈还有事先走了。宁太太跟宁云初不来，她只要看到这个女儿，就厌恶憎恨，把来意说明白后，宁太太就对战一晨说道：“战二少爷，让你见笑了，我这个女儿自从失去光明后就失去了自信，我带她去参加宴会，也是想带着她走出悲观，重拾自信的。二少，我还有事先走了。”战一晨嗯了一声，宁太太慢走。宁太太狠狠地瞪了宁云初一眼后，就带着保镖离开了。听到母亲离开的脚步声，宁云初便对店员说道：“不用再包装了。”店员不解：“这不是战二少爷说要买的花束吗？”战二少爷还说了是送给他未婚妻的，要包装啊，继续帮我包装呀，我是真的要买花。战一晨让店员继续帮他包装好花束。二少啊，宁云初以为战一晨是为了帮他掩饰，不让亲妈知道他和战一晨早就认识的事。我是真的想买一束花呀。他都这样说了，宁云初是开门做生意的，能怎么办？满足他，把花束卖给他了。等到花束包好后，战一晨给了钱，然后接过花束对宁云初说道：“宁小姐，走呀。”宁云初不解，战一晨好笑地提醒他：“怎么不想请我吃饭了？我还饿着肚子呢。”呵呵，不好意思，一时间忘了。二少，请。宁云初是真的忘记了，因为亲妈的到来啊，就他在猜测亲妈又挖了什么坑要坑他，是让他在宴会上出洋相，还是想把他卖给对他们有帮助的老男人？虽然他不再奢望能得到母爱，宁云初还是不明白亲妈为什么要对他这么狠。宁云初拿过自己的拐杖，对店员说道：“我请二少吃饭，你看着店，叫2份外卖，今天咱们生意好，赚了钱，你和阿莲也吃好一点的外卖。平时他们都是吃最便宜的那种外卖，生意好了，赚到钱嘞，就适当的帮员工加餐啊，吃好一点的菜。老板，你和二少去吃饭吧，店里有我看着呢。”
店员笑着目送宁云初跟着战逸晨走出了花店。战逸晨在车上等着宁云初，看他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行动自如，都看不出他是个盲人。那宁云初不是第一次坐战逸晨的车子，他轻车熟路地摸上了副驾驶座，坐好后便把拐杖放在一旁，然后系上安全带。他不坐车后座，不是他不想，是战逸晨不让他坐后面，说他坐后面就等于把他当成了他的司机。宁云初哪敢把战二少爷当成司机使用，只得坐副驾驶座了。副驾驶座是个很危险的座位啊。好在呢，战逸晨就开车很稳，不会开飞车。他坐他的车，安全感有个8分吧。去哪里吃呀？战逸晨边把车开动，边问着。我平时叫外卖，觉得香晴酒楼的饭菜味道挺不错的，我们去那里吃吧。那里的饭菜都不算贵，他多点几个菜，他都请得起。请战二少爷吃饭，只有4菜1汤的话，宁云初都觉得委屈了战逸晨。好啊，香晴酒楼并不远，开车的话只需要5分钟就到了。战逸晨都还没有问他参加宴会的事，已经到了香晴酒楼，我们就在1楼找个位置坐吧。战逸晨考虑到宁云初上下楼不方便，他要是过分体贴他，抱他上楼的话，怕是会吓得他花容失色。说不定会赏他一巴掌，骂他居心不良呢。宁云初笑道。二少决定就好啦。战逸晨带着宁云初进了酒楼，在服务员热情的招待带领下，挑了一张较偏僻的桌子前呢坐下。二少，今晚你多点几个菜吧。宁云初拍了拍自己的裤带处，他这一次多带了钱的。战逸晨笑道，我们俩也吃不了太多，还和上次一样，4菜1汤就可以了。他给他介绍的生意是能让他赚到钱，不过他也不是那种会坑他太狠的人，总要让他尝到甜头，那样才会一直心甘情愿的被他坑呀。就温水煮青蛙嘛。宁云初说了让战逸晨多点几道菜，他不点那是他的事了，反正他请客的已经做到。那战逸晨点好了4菜1汤后，便问宁云初，你妈怎么会想到带你参加宴会啊？据他所知，宁太太是很不待见宁云初，从来不会带宁云初参加宴会的，怕宁云初抢走了宁思琪的风头吧。现在宁思琪因为雇凶伤害他大嫂，被他大嫂抓个正着，证据充足，宁思琪被他大嫂送进去了。宁太太心里是恨极了他的大嫂吧，也怨恨宁云初，觉得不是宁云初，就不会有那些事情的发生。不知道他打什么鬼主意，宁云初心里猜到七妈要害他，事情还没有发生，他现在也不知道七妈是否如他猜测的那般卖了他。那你去吗？我看你妈很强硬，就算你不想去，也会强行带着你去的。战逸晨伸手摘下了他戴着的黑色大墨镜，宁云初被他这个动作吓了一跳，他马上就从他手里拿回了墨镜，重新戴上了墨镜。你是不是能看到一点了？战逸晨是坐在他身边，在他看不见的情况下，应该无法准确拿到墨镜的。二少坐在我身边，我能闻到你的气息，确定我们之间的距离，就能准确的拿回我的墨镜。我倒是希望我能看到一点，可惜我还是看不到。他的世界还是一片黑暗。你不戴着墨镜是很好看的呀。战逸晨夸赞他的容颜。二少是认为我妈想利用我的容颜做点什么？你心里也有了猜测吧？跟聪明人相处就是轻松，都不用我说得很明白，你就能明白我话里的意思。奶奶选中她给她当老婆，她的智商就不会太低啦。奶奶虽然在选孙媳妇时不在乎出身，却是在乎智商的，怕他们娶个傻子回来，影响下一代的智商。不用担心，我明天晚上也会出席宴会，我兄嫂也会去，我大嫂很喜欢你，把你当成朋友的，不会让你出任何意外的，你只管跟着你妈去。战逸晨说道。怎么说你也是宁家的大小姐，是该多参加一下他们的聚会，融入他们那个圈子去，以后成了他们战家的二少奶奶，
也是需要交际的。没看到大嫂为了大哥，特意跟着商太太参加各种聚会，学习交际吗？我不想融入那个圈子，也不必融进去。我这个宁家大小姐，呵呵，就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不需要别人的同情。那些人看到她只会投给她同情的眼神。宁云初不觉得自己需要别人的同情，他是爸没有了，妈也不疼，但他活得很好，赚的钱不多，却也够他的开支，还能存一点。虽说存的也不多，一个月下来顶多就存个3、5千块钱，就还是他省吃俭用的情况下，他也知足了。毕竟他是个盲人，不需要别人养着他，他能自己养活自己，他就觉得自己很棒的了。若有一天他能拿回来属于他爸爸的一切，那还是很长远的事。宁云初忍了这么多年都忍着过来了，也不着急。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先治好眼睛，治好了眼睛，他继续装瞎，暗中搜集证据。等他证据充分，翅膀也硬了，属于他爸的一切他肯定会拿回来的。还有他爸的死，他想知道是真的抑郁症自杀的，还是被谋害的。战一晨默默地看着他，这丫头还有点像刺猬，有时候全身的刺都会竖起来自我保护啊。想起了他在花店买的那束花，战一晨都忽略了刚才他自己抱着花束进酒楼的。他拿起花束，把花束递到宁云初的面前。二少。宁云初闻到花香味，他本能地轻推开花束，送给你，希望你的心情能像这些娇艳的鲜花一样美丽啊。战一晨语气温和，宁云初住得高高的心墙，在听着他带着温暖的话时，都差点要破防了。那从他有记性以来，对他最好的就是小姑姑了，但小姑姑在他上小学时就远嫁了。还有就是以前那位保姆阿姨，后来被他母亲辞退。弟弟对他也很维护，但也只能维护他几年而已。亲妈为了不让弟弟护着他，就狠心地把弟弟送进封闭式的学校上学，就只要是对他好的人，亲妈都一一赶走。二少，这束花不是说要送给你未婚妻的吗？战一晨笑道，你可曾听说战家二少爷订婚之事啊？没有吧，我那是随口编的借口，骗你妈的。宁云初虽然看不见首富战家的一些八卦，他还是会留心听上几耳朵的。的确没有听说战家二少爷订婚，只知道战大少爷已婚，然后战大少奶奶就是海彤。从海彤帮过他后，战少还对他继父说，海彤与他一见如故，继父对他就比以前和颜悦色很多了。继父以往对他也不好，就是没有像亲妈那样虐待他，欺负他，但亲妈和宁思琪对他做什么，就继父都不吭声的，那他就是个冷眼旁观的帮凶。买花的钱我不退了哈。战一晨笑，不用退了。末了他又说句，有时候看你冰清玉洁，如同一朵空中幽兰，有时候又像个小财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呀。二少爷这种天之骄子是理解不了我等穷人对赚钱的热衷的。他对赚钱也很感兴趣的，好不好啊？只不过他赚的都是大钱，1000几百块的钱，他真不放在眼里。晚上是战印小夫妻俩最温馨甜蜜的时刻。海彤从浴室里出来，看到战印已经洗好了澡，靠着床头而坐，等着他时，他笑着走过来，爬上了床，先凑到他的面前，在他的俊脸上亲了一下。老公，你比我还早洗好澡呀？我去你房里洗的。战印很自然地拥着他，然后一个翻身把他压在身下，就要讨要丈夫的福利。老公，咱们聊聊天吧。海彤偏着头，不让战印亲上他的唇，他放弃攻占他的红唇，改而在他的脸上落下细碎的吻。他又赶紧捂住了他的嘴，战印拉开他捂住他嘴的手，压在他的头顶两侧，硬是缠吻一回才放开他，问他聊什么呀？你先下来，重死了。海彤用手推着他。战印笑呢，
又在他的唇上戳了戳，这才翻身躺回他的身侧，接着又坐起来，像刚才那样靠着床头而坐。你想聊什么，我们就聊什么。战印把他拉坐起来，然后拉过被子盖住他们的腿。今天在大姨家里，大姨问我有消息了没有。战印蹙眉，孩子的事我们顺其自然。我家里都不催生，大姨还催生了。她不喜欢商太太催生，给海童压力。她家里人都不给海童压力呢。商太太是海童的亲大姨，属于娘家长辈，更应该疼爱着海童才对。大姨也不是催生，她就是关心地问了我一句。我们俩成为真正的夫妻也有好几个月了，我这一直没有怀上，大姨会关心问一句很正常。海童伸手轻捏她的脸，又抚她的眉，说她脸色别太黑，眉也不要蹙得紧紧的。好吓人的，你老婆我胆子小，会被你吓破胆。在黑夜里你出去扮鬼吓人都不需要化妆。战印被他的话逗笑，轻弹一下他的额。哎，你见过我这么帅的鬼吗？你胆子小，这世界上就没有胆大的人了。好啦，我不生气，反正生孩子是咱们夫妻俩的事，由不得别人来指手画脚。连我爸妈都不敢催咱们生孩子呢，也就奶奶会说句想抱曾孙女的话。奶奶是真的盼着孙女，孙女没盼到，只能盼曾孙女。海童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我知道奶奶很想抱曾孙女。老公，我谈这个话题不是说咱们生儿生女，是我到现在都没有怀孕，你说会不会是我身体有问题？你吧，我觉得不会有问题的。对了，听说夫妻生活过于频繁也难怀孕的，你身体肯定没问题的。战印先忽略了那过于频繁的事，肯定的说着，咱们的身体都很好，你还没有怀上呢，是孩子的缘分还没到，孩子还没有来找我们。不是说是孩子在天上选妈妈吗？是那些小宝宝还没有选中你当妈妈，等他们选中你了就会怀孕的，你不用担心。战印拥紧娇妻，不愿意海童把坏不上怪到他自己的头上。怀孕也辛苦呀，你看你表嫂吐得那么严重，伤无痕都想把孩子打掉了。战印想想也心疼，他说道：彤彤，我们也不要那么快要孩子，先过够2人世界再说。下周末啊，我就带你去 A 市旅游散散心吧。然后他控制自己了，下周末就可以去了吗？你公司没事啊？公司养着那么多的高层管理，我底下又有一溜的堂弟，还怕没有人管公司的事？就特别重要的事情，我处理好了就行啊。再者呢，还有这苏南呢。海童笑道：苏总和小军要订婚了，订婚后又要准备婚礼事宜，更忙。你可是答应过苏总给他2个月的婚假呢，所以我们在他结婚之前先去旅游。好，海童也很想结识一下穆晴和杨希，觉得穆晴和杨希的友情就像他和小军的。那既然战印能挤出时间带他去 A 市旅游，那他就去了。你让我探探君然口风的事，我也帮你探过了。君然是喜欢商小飞，他不急着表白，是觉得商小飞还没有完全走出来。海童没有太多的欢喜，这个结果他也能猜到。他叹口气说道：大姨也托我跟你说，让你暗示一下君武少，小飞不远嫁。我说君武少是个很优秀的男人，虽说是 A 市人，却是长期在管城生活的，买的房子还和大姨做邻居。大姨却说君然始终是 A 市人，小飞嫁给他就是远嫁。大姨说让你跟君武少说，不希望小飞再受一次情伤。战印君然买下那栋别墅就是为了伤小飞的。他虽说是 A 市人，可他长期在管城生活。在管城也有房产，这和管城人有什么区别啊？商小飞要是错过了君然，战印都觉得可惜。海童说道：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这件事现在说来也还早，先看着吧。我觉得小飞是喜欢君然的，只要他们俩相互喜欢，我大姨也会同意的。商小飞是个敢爱敢恨的人，
他爱战印时，战印不爱他，他都大胆的追求。能与君然两情相悦，必定会争取家人的同意的。老婆不用担心，他们都不是简单的人，会处理好他们自己的事。很晚了，休息吧。战印低头又在海童的额上亲了亲，然后在他的耳边低柔的道：以后我会节制点的，让你的身体也能休息。今晚我只拥着你睡，不会碰你的啦。海童抬头看看他，然后回亲了他一下，与他相拥而眠。他总是睡得很快，没几分钟，海童就进入了梦乡，睡得香甜。战印在这个时候接到苏南的来电，他先挂断，免得吵醒了海童。之后他小心翼翼地抽回了拥着海童的手，再往后挪了挪，这才起身走出房间，在大厅的沙发上坐下来。梁姨听到动静，打开房门探出头来。梁姨，我接个电话啊，怕吵到彤彤，没其他事。梁姨哦了一声，便缩回了头，关上了房门。战印本想打电话给苏南的，苏南已经发信息过来，来我哥家里一趟吧。苏南的信息内容是让战印去见苏少主。战印没有问什么事，回复了一个好字，然后他迅速的起身，回到房里换过了衣服，又走到床前，俯下身去，在海童的额上亲了亲，低柔的说道：彤彤，好梦。数分钟后，阿七带着其他保镖等在楼下，看到战印下楼了，他们默默地迎着战印走向他的车子。我见苏少主。战印低沉地说了句，那保镖团呢，便知道该去哪里了。那到了苏家大宅，苏南在门口等着了。战印，苏南看到战印来了，习惯性的笑着叫好友一声。战印下车，与他一起进屋吧。茶到了吗？两个人没有再说话。苏少主在大厅的沙发上坐着，看到战印和苏南进来，他起身，不过并没有迎向战印。等到战印近前了，他笑道：战少，我们习惯了夜生活，这么晚了叫你过来，希望没有打扰到你休息。战印温沉的道：我也是习惯夜生活的人，以往这个点都还没有回家，那他是结婚后才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作息调整过来了。坐吧。苏少主请战印坐下，要喝点酒吧，我收藏的美酒。茶几上是放着一瓶酒以及2只酒杯，酒杯里都有酒，估计是兄弟俩喝的。战印婉拒，谢谢少主的好酒。我太太不喜欢我喝酒，嫌酒味太大。我现在应酬都很少喝酒了。苏少主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苏南说爱情的力量很大，把你改变了。现在我算是相信了他的话，战少是变了很多。战印以往应酬不知道喝过多少酒呢。战印看一眼苏南，笑了笑，说道：苏南现在也喝得不多，烟都不抽了。苏南马上说道：我家小军不喜欢烟草味。苏少主说：你们俩秀着恩爱的时候，记得考虑考虑我这个老单身狗的感受，哥还没有女友呢。两个人又一致地看着苏少主。苏南说道：哥，你说错话了，不是我和战印秀恩爱，战印是妻管严，我只不过是向战印学习如何育妻而已。苏少主不客气地说：你就算了吧，你还育妻，弟妹育夫还差不多。苏南要和沈小军订婚了，在苏氏家族的眼里，沈小军已经是苏家的人了，苏少主便称呼他做弟妹。哥，我和战印都解决了单身的问题，你也该考虑考虑了。我伯和我伯娘愁的头发都快白了，你说你喜欢什么类型的？跟我们说说，我们平时帮你留心一下。苏南很热衷地问着苏少主的感情问题，是因为沈小军对此很感兴趣。在沈小军的眼里，苏少主这个阁房大伯哥太神秘了，也太低调，却又牛逼哄哄的。他想知道是哪个牛逼的女人能拿下苏少主。苏少主端起了自己的酒杯，喝了一口酒后笑道：我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类型的，
反正我见过的女人都没有我喜欢的，顺其自然吧。若是遇到能让我心动的，我自会结婚；遇不到，我自己过一辈子也不错。苏少主啊，对爱情是随缘的。当然呢，他也很烦长辈的催婚，所以他都是白天休息，晚上活动，名副其实的夜猫子啊。这样能逃避父母的催婚啊。特别是苏南比他小几岁的都要结婚了，他却连女友都没有一个，家里更着急。用他妈的话说，都不知道他们这一代的男人是怎么想的，30好几个都不想结婚的，还说他和陆家四少有的一拼。放下酒杯后呢，苏少主从茶几下面拿出一只黄色的文件袋，他把文件袋递给战印，说道：“战少，你让我帮忙查的人，他的人脉、势力图，我都给你查清楚并整理出来了，你在这里看过就行，资料暂时别带走。对方反侦能力很强，我担心资料让你保管会出事。你和苏南的计划是按兵不动，要抓个正着的，这样挺好的。”战印神情严肃，他接过了文件袋，低沉的道：“好，我就看看。”他记性好，看一遍能记住5、6分，看上3遍基本上都能记住了。战少啊，你也放心，这件事我既然管了，就会管到底的，会在你们引蛇出洞时，帮着你们将他们一网打尽。他们那些人早在当年他们老大被抓时，就该受到惩罚的了。当年被他们逃了，隐藏了多年，现在倒成了点气候。战印打开了文件袋，从里面拿出苏少主的调查结果，还有很多人物资料，都配着小相片，让他能记住那些人的样子。再有那个叶佳妮是个引子，盯着他就行，不过要很小心很小心。姓叶的现在已经被他们长期盯着的了，你们在盯着他的时候容易被他们发现的。